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咪，我又素颜上阵啦。因为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Catrice 的彩妆们。那 Catrice 是来自德国的平价彩妆品牌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它应该是跟 Essence 同一个集团。那它的风格都是走这种包装比较简单，然后价格非常亲民可爱的。像我今天买的这些全部彩妆啊，最贵的就只有粉底，大概是300块左右。那其他都是100-200块价格，甚至比我们一般开价中的价格再更便宜一些。那今天呢，你看我是完全没有拆封过的。我前2天买就想说，我要直接拍第一印象的开箱上妆给你们看，所以我们等下就直接边开箱边上妆的方式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首先我们来分享这个慈肌柔胶粉底液。这个色号我买的是30，我发现它的粉底色号还蛮白的，所以我在试的时候，我觉得30号应该会是比较合我的肤色。那它的包装是这种滴管状的设计，先摇一摇。30号的颜色还蛮接近肤色调的，然后粉底质地是算偏有点水，不会到太稠。我先上个半脸好了。哦，这个颜色跟我的肤色还蛮搭的。遮瑕力的话，我觉得算是中等偏上，然后它的妆感我觉得比较偏向那种柔雾陶瓷肌的感觉，所以如果你是偏干肌的话，保湿一定要做好，不然这款应该会太干。那我照镜子看下来，觉得它算是妆感还蛮明显一款，像我这边嘴巴会有一点点小干纹出现，但是如果你是喜欢偏中高遮瑕力的话，这个粉底的遮瑕度算还不错的。那我全脸上完之后呢，我觉得大面积脸部的服帖度还算不错，但是鼻头这边呢已经开始稍微有点干了，所以我觉得就第一印象来说，这款可能会是比较适合混合肌的粉底。再来第2样产品是这个亮眼水润遮瑕液，我买的是20号哦。那它是做这种笔状的遮瑕液。那其实刚刚粉底液的遮瑕力我觉得已经算是还不错了，但是我眼周还是会透出一点这边黑眼圈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来上在这个区块。哦，还有一个蛮重的香味，我用美妆蛋把它拍开。哦，第一印象觉得它的服帖度还不错。因为有些遮瑕我一用啊，马上就知道它会卡粉会干，但是它刚拍上去感觉是还蛮服帖的。好，这边遮完了，这边还没遮。第一印象用下来，我觉得它好像还不错，因为它遮瑕液是有一定的遮瑕度，但是它不会到太干。但是这个我可能要时间拉长一点，比较明显看它会不会卡纹啊，或者是遮瑕会很快掉光。再来另外一款是这个5色遮瑕盘，这盘在网络上好像更红一些。那它里面设计是5个不同的颜色，那你可以校色啊，去修饰一些泛红或者是黑青的黑眼圈，然后痘疤等等。那我来遮另外一只眼睛，那我用这个第2深的颜色用笔刷去沾，一样是从比较远的地方慢慢往内画，才不会一坨遮瑕积在眼下，绝对卡纹卡到爆。眼尾的暗沉也稍微遮一下，遮瑕膏很明显就是用起来马上眼下就会比较干，所以会比较去显眼纹。那如果要我比的话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刚刚这个遮瑕液的效果，对于我眼下偏干来说会比较适合。再来眼妆的部分呢，我们先用这个日落橘棕眼彩盘，这盘有7个颜色加上一个打亮跟修容，它价格才200块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便宜。但是因为现场没有办法试色，所以我就直接买回来看看它的粉质怎么样。先试几个比较可爱的颜色，显色度呢算是中等，但是粉质我觉得没有到非常的细。我们来直接上在眼睛上，我们先用比较浅的这个来当打底色。再用这个很可爱的水蜜桃橘色来当重点色，刷在眼窝后方。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。它晕开来的效果我觉得算还不错，然后虽然在手上感觉它的粉没有到颗粒超级细，可是在脸上晕开啊，它好处是好像不太会飞粉。然后我刚刚也试了一下这个打亮跟修容啊，你可以看到它的粉质我觉得算是普通，这修容这一块它不是很好刷匀，然后打亮这个呢，它是有一点点亮度，但是我觉得整体偏白，然后亮度的那个质感没有那么好，就是
这2块我觉得普普通通。那眼影部分，我觉得它不是属于那种显色度很高的，就是你可以慢慢叠，然后叠出它这种渐层色。可是我觉得它对于新手还算蛮友善，是比较好去练习怎么样做晕染。那当然以它这个1盒200块的 CP 值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很适合，就是如果你今天预算没有太多，但是想尝试眼影盘的人。那除了眼影盘之外，其实我也买了他们家的单色眼影。单色眼影我记得就比较没有那么便宜，一颗是119块，但是它比较大颗一点。那我买的是这个70号是珠光的，然后40号是雾面的。你们可以仔细看，雾面还有做这种小小的压纹。那因为我脸上已经上了眼影，所以我直接刷在手上给你们做示范。这个珠光颜色好像还蛮美的。好，雾面我刚刚没有刷好。这个珠光颜色，我觉得显色度跟那种均匀度就比较好，然后雾面其实也比刚刚的那个粉质还要细，所以我觉得虽然我还没有用在眼上，但是这个单色眼影的粉质的确比刚刚那个眼影盘还要好。所以如果你没有一定要买到这整盘的话，我觉得你不如可以买一颗单色眼影，它的粉质会是更优秀一点，然后显色度更好。再来是这个魅眼特肌黑防水眼线1笔，它的眼线也出了还蛮多款，那我就挑了一个防水的眼线1，想说它应该抗晕效果会比较好。那它笔头长得还蛮特别，是有点像一个水滴状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上在内眼线，画眼线。好，眼线画完了。那这支眼线1笔呢？我觉得它画起来黑归黑，但是它并不是那种一笔那个出水量很稳定的那种，就是你可能要多勾勒几下，它的那个浓黑程度会比较明显。加上它的笔头设计其实不是真的非常的细，所以你画的时候眼尾啊，你可能要多描绘几次，会比较有细致的那种眼型。但是它好处是它比较硬一点，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可能比较不怕手抖，会比较稳。那至于晕不晕的话，我可能要上段一段时间再看会比较准确。接下来是这个电眼心机浓黑防水睫毛膏，他们睫毛膏款式也超多的。那我就是挑了一个我看起来比较顺眼，然后我平常需求差不多的睫毛膏，它就是浓密，然后又有防水这样子。它是这种螺旋形的刷头，然后有点尖尖的，直接往上刷。是蛮根根分明的，然后不太会结块，但是我觉得浓密效果算是非常的普通，顶多就是它会稍微有一点点加粗我的睫毛线条，但是它不会增加我睫毛的丰厚度。OK， 接下来是这个微醺渐层腮红饼，它有出2个色号吧，我买的是20号。它这个颜色也是偏土色调，然后下面是比较粉色系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应该是大家接受度还蛮高，然后也蛮百搭的一款。我就直接刷在腮红上，那我就这样子混刷。它太显色了，不要太大力。哦，这颜色还蛮美的。从苹果肌慢慢化开，那它的色调其实会比较接近这个混这个。那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腮红更有渐层感，你可以再稍微沾一点比较深的这个颜色，然后点在中间。这个腮红颜色我觉得还不错，然后粉质感觉也还算蛮细致的，不会很显毛孔。再来打亮，我买了2颗。首先第一颗是这个矿物光湛打亮饼，这颗还蛮大的，有8克，我觉得应该可以用很久才用得完。好，看清楚这边还没上，然后，哦，好亮哦，这个光不错哦，刷在颧骨的地方，很亮哎，这个光泽。可以，这个光泽很不错，但是呢，它其实显色力蛮好的，所以你要小心，不要一次刷太多，不然会过亮。把它刷匀一点。哦，这光泽有美哦，这颗我觉得可以买。你看，没上跟有上，哦，差好多哦。这个光啊，就是欧美妆的感觉就立刻跑出来了。那你也可以加强在一些鼻头啊，然后下巴，或者是唇峰的地方，
因为唇峰可以让你的嘴唇看起来轮廓这边更有唇珠、嘟嘟唇的感觉。这颗好美哦，这颗如果我觉得你没有看到的话就可以买，它算是开价里面我用起来比较惊艳的一款，然后粉质也不会到太粗。那另外一颗打亮是这个精致柔光打亮饼，我买的是10号。它是属于比较多颜色拼接在一起的打亮饼。那因为我现在已经上了，所以我就先试一下，大概试一下它的粉质给你们看。粉质感觉还行，还算细。那到时候我在脸上有心得，我再分享在下面资讯栏跟你们说。好，那最后一样唇彩呢，其实我在逛的时候也挑超久。就如果你们有去他们那个开价的柜上逛，就会知道它的品项其实还蛮多的。那我挑的这个是极湛釉色唇膏20号020。那它的包装就是走那种非常简单设计，然后底部有色号。打开来呢，是属于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豆沙色，那我们就直接上唇喽。它有一个微微的甜味，我一直想不起来它是什么味道，你们有用过的可以留言跟我说。然后呢，它的那个唇膏的膏体这个尖尖的设计还蛮好勾勒唇型的，这个颜色大家的接受度应该还蛮高的吧。那它的妆感是属于比较偏那种奶油丝滑质地的，我觉得跟那个露华浓的唇膏用起来的感觉还蛮像的，然后它也不太会显唇纹。至于19度，我今天会上妆久一点来测试看看。但是第一印象，我觉得这个唇膏用起来的质地是还不错的，而且我刚看了一下价格，这支才169，也太便宜了吧！好，那全部的彩妆都开箱上妆完毕，你们看了最喜欢哪样彩妆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说，或者是我这次没有分享到 Catrice 好用的东西，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，也许我之后可以再去补买。那台湾其实现在越来越多新进驻的品牌，那我本来有想说我要把最近新进台湾品牌拍成一支集合影片，但我怕影片片长会爆表，所以我就先拍了 Catrice。那如果你们有想要好奇想要看什么品牌好不好用的话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说，我会收集大家意见，然后再拍成更多新影片跟你们分享。OK，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按个喜欢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可以点这边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。